嗨，哈喽，大家好，我是电脑娃娃的编辑 Ross。那我们真的拿到了 iPhone 12 Pro， 相信大家都非常想要知道 iPhone 12 Pro 呢用起来的心得是怎么样。那我们先从开箱开始看起吧。OK， 来到开箱的部分了，这就是12 Pro 啦。发表会以后，大家应该都非常期待这一台12 Pro， 它算是一个尺寸是大家比较中间能够接受的范围里面，然后又有一个3镜头，还有加上雷达侦测的一个新的版本，算是目前最强的 iPhone 了啦。然后最重要的是还有5G。OK， 这个盒装呢，其实可以看到侧面还是有 iPhone 的标示，然后苹果的 logo 在这边。大致上看起来就薄了很多哦，跟以前的版本比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前的版本。那这一个是11 Pro 的盒装，那这一个是 iPhone 12的盒装，你可以看得到哦。其实盒装大小是差不多的啦。然后2 Pro 的话，它是正面萤幕嘛，11 Pro 的话就是直接是显示一个贝壳的颜色。最主要的差别你可以看到侧面盒装真的是尺寸差蛮多的哦。这个主要的差异其实大家应该现在都知道了，就是12 Pro 呢，它里面现在就只有 USB Type-C to Lightning 的传输线，然后整个盒装可以说是叫做精简的啦。那苹果当然是觉得说这是一个环保的举动啦，一方面购机的话也等于是比起前一代容量有比较便宜啊。OK， 那我们直接来进行开箱。来喽 ，OK， 那盒装。然后还是纸盒装啦，来打开来咯。打开来可以看到，直接就是贝壳。以之前来讲的话，你打开来是一个反过来的感觉，就是萤幕，然后这是贝壳。然后这一代呢，直接就是附上一个白色的纸，然后它这边上面就有标示一些像是铃声啊，然后大小声，然后还有这边是 Power 按钮，然后底下这边是充电孔，它也有标示起来，就是有一个充电孔。那侧面就是医疗级的不锈钢中框，然后是亮面的。那如果是 iPhone 12的基本款的话呢，它就是比较雾面的材质。那这一次我们入手的是太平洋蓝啊，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算蛮低调，有点接近以前的太空灰色，可是就是稍微有偏蓝色一点点的感觉，我觉得非常漂亮。那我们来把正面萤幕也撕开咯。OK， 这就是正面萤幕，我来直接开机了。OK， 那开机的同时呢，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那我们来看一下盒装，虽然这一次盒装其实是没有太多东西啊，然后可以看到传输线其实就已经很空了，传输线还有说明书，我们看一下说明书有什么。说明书有退卡针啊，然后说明书跟贴纸。OK， 那传输线的话呢，不意外的就是Lightning 对上 Type-C 啊。OK， 所以呢。这开箱到这边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嘛，我等一下再稍微给大家看一下细部。说 iPhone 12 Pro 呢，在配件上真的是比较精简了一点了，就是以前的耳机呢跟充电器现在都不附了嘛，那说是为了环保的关系啦。可是有一个稍微尴尬一点的问题是在于说，因为12系列它直接都附 Lightning 对 USB-C 嘛 Type-C。所以说，对于之前你如果就算有 iPhone， 你有那5瓦的豆腐头，你也是没办法直接充的啦。可是如果说你之前真的有 Apple 相关的产品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有 Lightning 的线，所以你 iPhone 12系列其实都可以直接插上使用。这就是我们的 iPhone 12 Pro。那具体的测试呢，我们等一下下一段会再跟大家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手机本体哦。刚刚的正面萤幕的白色的标示器已经可以看到，然后这边是静音的那个拨杆。然后音量钮，然后这边可以看到是天线的一个线组，然后正上方其实是几乎是没有线条的，在这一面可以看到是电源钮，按了就是可以点亮萤幕跟关闭萤幕，然后关机还是2个组合键才可以关机。OK， 然后底部的话可以看到是 Lightning， 一边会是喇叭，一边是麦克风啊。那大概侧面就这样，然后这边是退卡槽，所以 SIM 卡可以从这边拔出来使用。这样背面是非常漂亮的太平洋蓝，然后可以看到3个镜头的模组在这个地方，上面是闪灯嘛，下面就是新的雷达感测器，它可以侦测对焦的距离哦，就是让夜晚的对焦更好。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苹果在这一次全镜头除了望远镜头以外，都加入了夜景的模式之外呢，在对焦方面
它可以加入夜景人像模式。这一次应该也会在文章里面给大家测试一些全景声的功能。因为有加入雷达侦测的关系呢，所以在标注上面可以看到说，拍摄玻璃之类的那种景物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演算，更容易抓到玻璃的轮廓啦。那底下可以看到苹果的 logo， 然后背面的话，它是一个磨砂的材质。那这边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容易沾指纹啦。那当然呢，大家应该都是会买保护壳来装上了，应该是比较不会那么 care 的一个问题啦，或者是包膜也是 OK 的。这个膜包起来应该是还蛮好处理的。那加上这一次的萤幕呢，都是全平面的哦，没有一个 2.5D 的过渡，所以整体来讲呢 ，iPhone 12 Pro 跟 iPhone 12，我觉得是还蛮好透过包膜啊，或者是保护壳保护的一个手机。在差不多的手感方面来讲呢，iPhone 12 Pro 的边框其实就比起 iPhone 11 Pro 要来得更薄了一点。那一方面应该也是中框的那个角度是变得比较垂直吧。感觉视觉上也比较小了更多这种感觉。然后现在 iPhone 12 Pro 呢已经变成 6.1 寸了，就是之前的 iPhone 11的尺寸。现在 iPhone 11跟 iPhone 12跟 iPhone 12 Pro 的尺寸几乎是完全相同啊，然后萤幕也是都采用 OLED 啊，所以说 iPhone 12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可以值得考虑的选项。那11 Pro 呢，可以看一下我们背壳，像侧面的话，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侧面可以看到就是从比较圆弧变成了比较平面的感觉，然后会比较反光一点。因为以前的话就是它比较圆弧嘛，所以反光到的光泽呢，其实都不会像很镜面这样。那现在这个就比较镜面了，可以看到反射比较明显一点。那大概看一下上方，然后薄度的话呢，据说这一次12 Pro 也更薄了。然后镜头可以看一下，背面可以看到，刚刚看的话，你会觉得说，其实12 Pro 的蓝色不太明显了，可是你跟太空灰的11 Pro 比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颜色就差蛮多的哦，就是蓝色真的是很漂亮。其实太空灰我觉得也还蛮好看的啦，就是这种磨砂的材质啊，是非常的有质感。OK， 以上就是我们12 Pro 的开箱，那接下来我们再进行一些其他的测试，然后欢迎大家看我们的文章。这是非常主打的一个规格啊，就 MagSafe。这 iPhone 后面其实有一个跟这个其实对应是一样位置的一个磁吸的结构。如果是用磁吸的充电线的话，就可以直接磁吸在这个放上面，然后也可以做一些皮夹，你可以吸在上面固定。那这个是12跟12 Pro 的 MagSafe 的透明保护壳。OK， 我们就直接来安装看看了。保护壳你可以看到上面直接就有这一圈的磁吸保护壳的磁铁在这上面可以看得到，然后下面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啦。那大家可能会想说，保护壳上面也要做这一圈啊，就是这样磁力才会够啊，你才可以在说装上保护壳的时候，还是可以吸上磁力的充电线来使用。那一方面它还有一个感应，就 NFC 感应的功能呢，就可以在装上的时候呢，你会看到手机本身它会显示就是安装的状态。来装上使用看看，哇，这个是蛮硬的哦。那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有感应到了，感应到保护壳。那这就是透明的版本，是还蛮硬壳的感觉啦。这也是一个原厂配备，然后中间就是 Apple logo。对于深色的壳来讲，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比较不太搭配吧。也许是用银色的 iPhone 12 Pro 或者是比较浅色的版本会更适合啦。那整体来讲，大概就开箱到这里。接下来可以看我们其他的实测。录影呢，我们就稍微来讲一下 iPhone 12 Pro 的相机功能的提升啊。首先呢是它的主镜头的光圈，它这次提升到 f1.6， 加上感光元件的变化呢，可以达到27%的亮度提升，可以拍到更亮的画面啊。然后呢，它的防震技术呢，其实我们这一次也有测试，针对防震的侦测呢，可以进行每秒5000次的一个微调，所以防震的效果这次我觉得也有明显的改进了，已经有点不太需要买什么运动相机了。而且它也防水，我们今天都在大雨中拍照啊、录影都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范例啊。另外一个，这一次我觉得 iPhone 最大的进步就是在超广角的部分呢。超广角现在可以支援 Deep Fusion 深度融合，就是让拍照的画质更好，然后也有夜景模式。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改进呢？因为其实超广角镜头呢，在不管什么手机上面，通常来讲都会比主镜头的规格稍微再差一点。那苹果呢，它前一代的话是不支援夜景模式，然后也不支援 Diffusion。那这一次呢，就直接针对画质，你可以有 Diffusion 来做强化画质。在夜景的时候，因为它光圈还是维持在 f2.4， 然后是120度的视角。苹果就等于是用运算式摄影来让 iPhone 的超广角变得画质更好，然后夜拍也不用害怕了，你可以直接用夜拍，直接拍到很漂亮的大景。那我们直接做测试的时候呢，也明显的感觉到 iPhone 12 Pro 的夜景超广角，特别是超广角的表现呢，真的是比 iPhone 11 Pro 的拍出来的表现要好。另外一个 iPhone 12 Pro 的一个改进呢，是在于它现在人像模式也加入了夜景的功能。那如果在比较暗的环境的时候呢， iPhone 现在会提示你用1倍镜，然后来进行人像模式的拍摄。它会进行侦测景深，然后来做一个人像的拍摄，就是你对人物、对景也可以。然后这一项改变呢，其实也受惠于就是 iPhone 的光学雷达感测仪的一个帮助哦。就是在暗部对焦的时候呢，特别是人像镜头要对焦的时候，其实是更容易掌握到空间的一个状态。我们也有测试说，光学雷达扫描仪就是在 AR 上面的一个改进，像是我们做苹果原厂的一个测距的 App 呢，像 iPhone 11 Pro 的时候用的时候，就可能说，光线不足，然后可能需要你开灯啊。现在拥有光学雷达扫描仪的这一个 iPhone 12 Pro 的话，就可以直接在低光源的时候就可以去扫描。这个功能呢，也用在了拍照上面。暗部的对焦呢，其实现在变得很快。就如果你是拍很暗的场景的时候，真的可以试试看。iPhone 12 Pro 真的是变得很厉害。除了很近的对焦以外呢，夜景拍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对焦的判定我觉得也变得比较精准。这是我目前来讲使用起来的感想。只剩下望远镜头不支援夜间模式以外呢，广角跟一般广角都支援了夜景模式。然后 Diffusion 呢，现在是3个镜头都支援，超广角、望远都支援，然后 HDR3 是这一次新的改进。那我们直接实拍的话，也是觉得哇，那个动态范围真的是很不错，就是很有苹果的表现，然后效果看起来有更好。我觉得苹果已经把运算式摄影玩得非常凶啦，它凶到就是说，现在这次还会透过后续更新一个叫做 Apple ProRAW 的格式啊，它就是把 CPU 啊、GPU、ISP 还有神经网络所处理的各个要素呢，都变成了一个 RAW 档，就是你后续还可以再进行调整的一个档案格式哦，成为一个运算式摄影的深度档案，就可以进行更进阶的一个编辑哦。这个我们是蛮期待的，就是在 iPhone 12 Pro 收集到那么多资讯，包括 Face ID 用的原生感测相机。哦，对，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就是原生感测相机现在也支援夜间模式。如果你是要晚上自拍的话呢，那个杂讯的表现现在也变得更好了。后面的这一个雷达感测啊，跟前面其实以前就一直有了。所以就简单的讲说，我觉得这次 iPhone 的相机的系统呢，我觉得是一个全面的提升啊，特别是超广角，很多人真的很喜欢使用超广角，它不管是录影的稳定度，拍照出来的画质呢，现在都有了提升。这套 iPhone 的拍摄系统，我觉得变得更为完整。我觉得这次 iPhone 发表会High Speed 的主轴呢，其实相机厉害，相机快，5G 很快这件事情。然后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他们每一次都会效能更强的 Apple 的仿生的处理器，然后这一次是 A14 的仿生嘛，那我们也有做一些简单的跑分，那分数呢自然就是苹果的最顶啊，现在它的数据是直接公布，就跟其他旗舰级手机的处理器 SoC 来做比较嘛，他说快了50%啊，快了一半，然后机器学习的能力呢也提升80%。简单的说，这一台就是在速度上、拍照能力、行动网络的连线能力上面，一方面是它的频段嘛，也是最完整的，然后 CPU 处理速度也是非常快的一台新的苹果的旗舰机。这真的是一台，我觉得是尺寸上，然后手感上都是非常刚好的一台新手机啊，而且它的萤幕也比之前还要再大了一点。以我之前使用5.8寸的11 Pro 的感想，我会觉得说，差不多尺寸，然后萤幕更大，很就手的一个手机哦。那大家可能会想说，目前苹果这4款12系列要怎么选？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需要望远镜头的话，可以选 Pro 系列。然后12系列呢，其实这一次真的是非常的香。12跟12 mini 呢，它的前面的萤幕已经改成了 OLED 的面板啊，观赏体验呢，其实已经是跟 Pro 系列几乎是一样了。那拍摄的部分呢，它其实连超广角也是有，就是包括夜景模式啊，还有 Deep Fusion 的改进。那主要的可能就差别是在于少了雷达感测仪。12 Pro 跟12 Pro Max 的话，因为它有这个雷达仪呢，所以你可以变成说，前面其实以虚拟的部分来讲 ，iPhone 可以看得到你嘛，就是用 Face ID 的这个红外线的点可以看得到你，然后可以做人像的拍摄。那后面的话，现在也加入了雷达感测仪的话 ，iPhone 也可以看得到真正的一个场景，不论你是要用来可能作为开发用途了，或者是其他的 AR 的用途，然后或者是拍照，它也全部都融合进去这个功能了。所以会觉得说，如果你喜欢这种进阶的拍摄、进阶的对焦能力的话，那 Pro 当然是毋庸置疑是最佳的选择。iPhone 12其实很好比嘛，就是 mini 的话。就是你如果喜欢更小萤幕的感觉，就是更小的握感的话，那11跟 iPhone 12呢，其实尺寸差不多，所以大家应该是很容易掌握。在 Pro 系列的话呢，因为萤幕的尺寸都有加大，然后都有变比较大台一点点，可是呢，动量其实反而是比起之前的同一个价位的尺寸会更低，而且价钱也更低。那所以呢，我觉得 Pro 系列，如果你真的是追求很好的相机的拍摄能力的话呢，那真的就是可以考虑一下 Pro Max。以我很喜欢拍照的想法来讲，这次我真的会想要，可能就是冲 Pro Max 吧。毕竟屏幕也变得蛮大的，然后拍照的话，望远镜头呢也改成了63 mm， 也就更远一点点，然后数位变焦也更远一点，然后再加上感光元件 Pro Max 的话，它是变成了感光元件防手震，有点期待它的表现啊。就是我们 iPhone 12 Pro 的开箱报告，更多详细的报道内容呢，可以看我们的文章，然后会有一些更多的照片比较。那主要其实还是在于超广角镜头，就是跟11 Pro 的比较吧。还有，我们也应该会紧接着测试12 Pro Max 的表现，那就请期待我们更进一步的测试哦。